大家好，我的项目是 Narrowflow。Narrowflow 呢是一个在碎区块链上的去中心化的写作小说创作平台，可以让用户共同参与创作小说，并且获得代币奖励，将创作自由与社区共识机制相结合。然后 Narrowflow 呢和以往 Web2 的创作模式不同，在过去我们看到的小说甚至文化产业的电影和游戏剧本都经由一个中心化的个体作家，出版社一套审查机制流程才能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里。然后有创作想法的个体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创意表达出来的。但是 Narrowflow 呢可以弥补这一点。Narrowflow 通过结合社区的共识机制，让用户全程平等的参与创作，然后通过投票来票选出最具创意和质量的内容，来保存到区块链上，供所有感兴趣的人去查阅。Narrowflow 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文化资产在区块链的流动性。然后 Narrowflow 的核心功能是，用户可以全程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包括小说的名字、所有内容，共同决定小说的这个剧情走向。然后社区通过投票可以票选出最佳小说内容提案，以确保最具共识的这个内容胜选。然后参与创作的内容呢将获得这个 Narrow Token 的奖励。然后获胜的提案内容会永久的存储在碎上归档，并提供给这个感兴趣的人去查阅。然后下面是 Narrowflow 的这个工作流程。首先，用户会在前端先对小说名称进行投票，前端统计完毕后，会把胜选名称写入区块链，然后进行下一轮关于这个正文第一段投票。投票完之后，进入第二段正文投票，以此类推。当这个正文段落数就达到设定阈值归档后，进入下一本书重新开始循环这个流程。前端可以实时查阅到当前链上的内容。当这个系统部署完成之后呢，这个管理员会首先创建一个全局唯一的 storybook 的对象，初始状态下没有书籍，然后这个 current book index 就是0，然后前端对新书的这个书名提案的这个投票流程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每本书呢都有一个段落，是一个数组的 paragraph， 用来存储所有的段落。然后前端也可以通过这个 current book index 找到当前正在写作的这个书籍。然后提案的这个小说这个名称胜选之后呢，会创建一个新的播客对象，其中包含着这个获胜书名和这个作者信息。新书将添加到 books 数组的末尾，然后 current book index 会指向它，更新当前活跃的这个数据索引。然后每一次添加段落呢，就是把新段落写入 storybook 里当前活跃的这个 paragraph 数组。这个链上数据结构能一直保持最新，然后前端也能实时查看到所有的段落。归档之后呢，会自动切换新书，整个流程是可以循环的。归档的话就是，当段落数达到顺利阈值之后，确保然后前端会确保就是当前这个图书的这个状态为未归档，然后之后会这个book ref 这个 std 会改为这个已归档来重置当前活跃的这个图书索引。然后在未来的话，为了防止公共对象引发的这个安全问题，前面人的交易这个逻辑将会在后端的私有合约和账户中这个执行。然后为了减少存储这个 gas 的费用，将来的文章会转化成这个电子文档，然后存储在 Vaults 中。为了防止这个用户可以提交这个 offensive 的内容，然后未来可能也会结合一套这个审查机制来确保 Narrowflow 的这个创作质量。然后现在就是请大家来看这个 demo 演示，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就是正在写作的这个书名为这个卖火柴的小男孩，然后我们可以查看目前为止所有胜选的这个段落。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进入到这个最后一个段落的这个提案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找。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proposal pool 中，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已经提案的这个段落。然后呢，用户也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写一个就是自己的提案，然后提交上去，之后我们就能够都看到了。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比较中意哪个段落的话，可以对这个段落来进行投票。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卖火柴的这个小男孩最后找到了他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钱包私钥，然后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然后最后在这个迪拜定居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投票。当然，就是这里为了方便演示的话，我就先让它这个一票通过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批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已经这个投票完成的书了，这里头的所有内容。
然后之后呢也可以开启就是下一本书的这个创作。然后我的演示就先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